你是否曾经感觉你内心的平静像水晶杯一样脆弱，在一天中最微小的动荡迹象下，随时准备破碎？你带着决心醒来，但只要一封粗鲁的电子邮件，一个不赞同的眼神，或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就能让你所有的情绪平衡瞬间崩溃。这种不断受制于外部世界的感觉让人筋疲力尽，不是吗？你意识到，在大部分时间里，你并没有真正的活着，而仅仅是在反应被那些似乎比你自己更能控制你精神状态的力量和人推来推去。这是一种焦虑成为常态，平静只是2次危机之间短暂而紧张的间歇的存在，留给你一种痛苦的印象。生活正在与你作对，而不是为你而来。现在想象你自己是一片在猛烈的暴风雨中松脱的干叶，没有根，没有重量，没有方向，被无情地抛向风决定吹向的任何地方。这是你当前状态的精确图像，一种慢性的脆弱性。你的稳定性完全取决于那些根据定义你无法统治的外部因素。这种环境受害者的姿态耗尽了你的生命能量，将你消耗在一种担忧、对未来的恐惧和对世界对你温柔的绝望需求的螺旋中。你背负着一种不仅是身体上的，而且是存在性的疲惫，这是试图用手阻挡潮汐的巨大且无用努力的结果。你感到的痛苦不仅仅来自问题本身，还来自你无法在他们面前站稳脚跟，创造了一个似乎没有尽头的痛苦的恶性循环。但我现在需要你明白一些根本性的东西。你和那些在混乱面前保持不可动摇、冷酷和精确的人之间的区别，不是运气，也不是没有困难，秘密完全在于他们用来处理现实的操作系统。今天我们将卸载这个脆弱的软件，并用7个钢铁代码重新编程你的思想。7个斯多葛主义的句子将作为你的新盔甲。然而，这种转变需要你真正的承诺，而不仅仅是被动的观看。在我们交付第一把钥匙之前，现在就订阅频道，以封印你改变的决定，并在下方留言说出你在哪里观看，并声明我掌控一切。当你这样做时，你不仅仅是在与算法互动，而是在与自己签订一份公开合同，即从今天起，你将不再是风中的叶子，而是成为一座牢不可破的堡垒。你可能被引导相信，哲学是象牙塔里学者的智力消遣，是与你日常生活的残酷相去甚远且脱节的东西。但这是一个让你保持软弱的谎言。我邀请你立即抛弃这种过时的观点，因为我们要访问的是一种心智技术，一种专门为现实生活的战场设计的心理工程。斯多葛主义不是要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漂亮句子的集合，它是一套战术协议，旨在确保在绝对危机时期的生存和理智。通过采用这种教条，你不是在学习历史，你是在安装一个不可渗透的防御系统，将你的思想从一个容易且暴露的目标转变为一个设防的城堡。在那里面，恐慌和外部混乱不被允许进入。我们要在这里做的是对强的含义进行彻底的重新架构，超越简单的弹性，以达到反脆弱的高级状态。普通的弹性仅仅是忍受痛苦并恢复到原始状态的能力，就像一根被拉伸到极限的橡皮筋。但斯多葛式的反脆弱性是吸收打击并因此变得更强、更明智和更危险的能力。我现在要给你的这7句话不仅仅是被动的建议，它们是复杂的防御算法和心理盔甲的部件，将保护你的生命本质免受任何攻击。当世界试图用压力和不确定性粉碎你时，这套新盔甲将把无法忍受的重量转化为你性格的燃料，让你能够以一种战略性的冷酷穿越混乱。这将迷惑你的敌人并激励你的盟友。这种智慧不是在教室的安全理论中锻造的，而是在最极端的人类经验的火焰中锻造的，由那些肩负现实世界重担的人测试和验证。我们谈论的是马可·奥勒留的权威，这位统治罗马经历无尽战争和毁灭性瘟疫却从未失去镇静或善良的皇帝；是塞内卡的权威，他在尼禄宫廷的致命阴谋和腐败财富中保持了至高无上的头脑清晰；是艾比克泰德的权威，一个受折磨的奴隶，即使身体被锁住，也拥有他的主人们永远无法触及的广阔内心自由。他们写作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生存，留给了我们一张通往个人主权的实用地图。现在，
请密切注意，因为我们将安装你心理盔甲的第一块部件。你心理盔甲的第一块部件是用一种外科手术般的区分锻造的，它将男孩与男人分开，将脆弱与力量分开。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受苦是可选的。你现在就需要把这句话刻在你头骨的内壁上。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一种持续的幻觉状态中，我们将原始和客观的事件与我们对它的情感解释混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吞噬我们的混合怪物。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明白，外部事件是中性的，是雨在下，是玻璃在碎，是话被说出。然而，受苦不是事件，受苦是你讲给自己听的关于事件的故事。受苦是你在精神上尖叫，这不应该发生，是对现实的徒劳抵抗。正是在那里，在事实与观点之间的边缘，你失去了你的理智，并交出了你的力量。你每天面临的内部冲突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你的思想未经训练和无纪律，像一块不加选择的海绵一样运作，不仅吸收冲击，还吸收判断的毒性。当有人批评你时，你听到的不仅仅是话语，你立即给他们附加上关于你自己尊严的价值判断，将空气中的声音变成了个人失败的判决。这种自然的灾难化倾向，即给简单的事实增加悲剧层面的倾向，是让你陷入反应性的原因。你觉得你受到了世界的攻击，而实际上你只受到了你自己印象的攻击。这是一种就像你拿着一块热炭打算扔向别人，但被烧伤的是你自己。热炭的物理疼痛是真实的，但拿着它的痛苦纯粹是你的选择，源于对受害者心态的情感依恋。现在把你的思想想象成内部堡垒，一座位于岩石山顶的不可渗透的要塞。生活的事件、危机、损失、侮辱，就像驻扎在大门外的敌军，他们可以尖叫，可以向石墙射箭，可以制造他们想要的所有噪音，但除非你，大门的守卫者，放下吊桥并邀请他们进来，否则他们无法进入。你直到今天所犯的错误是将大门敞开，允许任何情感入侵者进入你意识的宝座室，并破坏你的平静。从今天起，你承担哨兵的岗位，你观察外面的敌人，承认他的存在，但保持大门紧锁。你看到批评，看到财务问题，但不让他们触碰你的核心。让我们深化这个比喻，使它变得发自肺腑。想象一个弓箭手向你射箭，事件是箭在飞，如果你没有盔甲，箭会刺穿皮肤，击中重要器官并导致出血。当你把一切都当作针对个人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但在斯多葛主义的盔甲下，箭击中你胸口的钢铁并无害地落在地上，冲击是存在的。你听到金属撞击金属的声音，你感觉到打击的压力，但没有血，没有伤口，没有毒药在你的血管里流动。压力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它是生活战争的一部分，但开放性伤口的痛苦是你选择不再拥有的东西。你看着地上的箭，看着弓箭手，然后继续行军，没有任何改变，只专注于你的任务，不浪费1秒钟去舔舐不需要存在的伤口。在应用这条规则时，你必须开发一种战术暂停刺激与你的反应之间的一个神圣空间。当混乱敲你的门时，不要立即反应，呼吸并提出这个黄金问题：这是一个悲剧，还是仅仅是一个我不变正在将其转化为悲剧的不变？当去除了这是坏的或这是无法忍受的这种判断后，剩下的只是一个需要管理的情况。你不再是你激情的奴隶，而成为现实的操作者。事件失去了情感负荷，失去了重量，变得足够轻，以便你可以熟练地处理它。你不是在否认现实，你是在拒绝允许现实破坏你的平衡。这种感知的转变不是被动性，它是最高形式的心理活动。在被动本能尖叫着逃跑或战斗时保持静止需要巨大的力量，这是将军在炸弹落在帐篷周围时观察地图的战略性沉默。你开始意识到，大多数让你失眠的事情只是你自己反应性思维制造的幽灵。通过清洁你看世界的镜头，世界本身没有改变，但你对它的体验彻底改变了。以前是地狱的地方，现在只是一个训练场；以前是不可原谅的侮辱，现在只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人的噪音。你变得不可触碰，不是因为你躲藏，而是因为你的感知是装甲的。
感受这件新盔甲的重量来结束第一点。你不需要克服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你只需要停止火上浇油。从这一刻起，你是你解释的主权者，没有你的明确同意，没有人有权冒犯你、羞辱你或伤害你，而那个同意刚刚被撤销了。你是堡垒，世界可以包围你，但永远无法征服你。这是你的第一个胜利，征服你自己的叙事。感受随着理解痛苦只是一个物理信号，但受苦是一个你从现在起坚决拒绝接受的选项而来的冷酷平静。第二条规则直接切除了感染现代社会的道德拖延和智力虚伪的脂肪。不要浪费时间争论什么是好人，做一个好人。我们生活在一个沉迷于美德信号的时代，人们花几个小时在社交媒体或酒吧桌上辩论伦理、正义和理想行为，但在下一分钟，当没有人看的时候，却悲惨地未能应用这些概念。你很可能已经掉进了这个诱人的陷阱。将关于如何自律、如何勇敢、如何公正理论化是容易且令人愉快的。说话给人一种虚假的成就感，一种廉价的多巴胺剂量，让你觉得你进步了，而实际上你只是用嘴移动了空气，而你的脚继续定在同一个停滞的地方。这里的内部冲突是我们对真实行动的本能抵抗，因为行动带有风险、痛苦和失败的可能性，而理论是安全和舒适的。你的思想会试图说服你，在开始正确行动之前，你需要读仅仅在一本书、上仅仅在一门课，或进行仅仅在以此深入的对话。这是一个谎言，这是伪装成准备的恐惧。你利用无休止的辩论作为盾牌，以不面对你确切知道你需要做什么但没有勇气去做的残酷现实。斯多葛哲学不是一项观众运动，也不是一个辩论俱乐部，它是一本战地手册。如果知识不能立即转化为行为，它就是死重，仅仅占据空间并创造空洞、智力傲慢的精神垃圾。想象一位建筑师花了一辈子的时间画宏伟的大教堂蓝图，讨论大理石的质量、拱门的倾斜度和美学理论，但在任何时候从未铺设过一块砖。他死时被纸张包围，但没有建造任何可以庇护灵魂的东西。现在将其与沉默的泥瓦匠对比，他也许不知道如何演说建筑理论，但他日复一日地举起石头叠在石头上，建造了一堵坚固的墙，保护他的家人免受风雨。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马可·奥勒留为自己写作，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为了强迫自己在那个确切的日子变得更好。他知道性格不是由你说你要做什么定义的，而是由当你筋疲力尽、被激怒和在压力下时你做什么定义的。让我们用雕刻家的比喻来深化这个形象。你同时是雕刻家和粗糙的大理石块。讨论雕像不会去除多余的石头，唯一能揭示形式、带出美的东西是锤子和凿子的打击。每一个正确的行动，按时起床，当你想尖叫时管住舌头，不求掌声的帮助别人，都是敲掉一块粗石的锤击。疼吗？是的。累吗？是的。但这是揭示隐藏在你内心的艺术品的唯一方式。辩论只是你看着石头说它可能有多美，行动是汗水、脸上的石粉和有效改变现实的紧绷肌肉。你必须爱上雕刻的过程，而不是雕塑的想法。这条规则的实际应用需要战略性的沉默。停止宣布你的计划，停止发布关于你将要做什么的内容，停止对别人说教他们应该如何生活，只是行动。如果你想更健康，不要辩论最好的饮食，今天少吃点并去训练。如果你想更平静，不要分享佛陀的名言，下次交通停滞时深呼吸。对于别人的意见成为一个幽灵，对于物理现实成为一种不可否认的力量。让你的行为成为你的声音。当你行动时，你创造了你是谁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一个连你的不安全感都无法否认的证明。行动扼杀怀疑，行动消除冒名顶替综合症。谁做谁就是，谁只说只是看起来是。这条规则消除了我们用来隐藏自己的不必要的复杂性。知道什么是好人或坚强的女人并不复杂，道德直觉几乎是直接的。你知道撒谎是错的，你知道逃避责任是懦弱，你知道懒惰是浪费生命。
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定义，我们需要更多的执行。通过简化你的生活，以便立即执行职责，你获得了惊人的速度。当其他人在分析中瘫痪时，你已经完成了任务，已经解决了问题，并且已经准备好迎接下一个挑战。你变得高效、直接且具有危险的生产力。通过理解沉默正直的巨大力量来结束这一点。做一个好人不是你在生命结束时获得的头衔，它是你在每一微秒做出的决定，每一次选择，你都在为你想要拥有的身份投票。通过拥抱行动的至高无上，你从对外部认可的需求中解放出来。你不需要任何人知道你是有德性的，你知道这就足够了。这种自给自足是真正自信的基础。你看着镜子，看到一个信守诺言的人，一个现实尊重的人。不要讨论，去做，这是现在刻在你携带的盾牌上的座右铭。对话结束了，工作开始了。我们现在到达了操作核心，整个斯多葛工程跳动的心脏。总结在艾比克泰德的格言中，有些事情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有些则不在。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几乎是平庸的，但对它的误解实际上是你所有焦虑、挫折和愤怒的根源。你活得筋疲力尽，因为你发动了你无法获胜的战争，试图控制不可控的东西，别人的意见、交通、经济、天气、过去和你努力的确切结果。你将你的幸福与外部事件捆绑在一起，成为命运的奴隶。如果世界服从你的欲望，你会暂时快乐；如果世界不服从，你会崩溃。这样生活就是将你情绪稳定的钥匙交到陌生人和偶然性的手中，保证了一种永久的不安全感和奴性的依赖。内部冲突源于你潜意识的傲慢，一种幼稚的信念，即如果你足够担心，如果你足够紧张，现实就会向你的意愿低头。你的思想消耗核能，试图操纵那些根据定义超出你范围的变量。你在脑海中排练对话，试图改变别人的想法。你因害怕一个不仅取决于你的未来而失眠，这就像试图用绳子绑住风。努力是巨大的，挫折是保证的，结果是零。这种试图篡夺命运角色的尝试耗尽了你的活力。当你专注于你无法控制的事情时，你忽略了你唯一控制的事情，你自己的思想、你的意图和你当下的行动。想象经典的斯多葛弓箭手比喻来结晶这个概念。你是弓箭手，直到箭离开弓弦的那一刻，发生的一切都属于你。弓的质量、对箭的护理、你的姿势、你的呼吸、你的专注和射击的确切时刻，这是你的帝国，这是你应该投入100%精力的地方。然而，在箭离开弦的确切一秒，它不再属于你。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可能会使它偏离，目标可能会移动，某些东西可能会拦截它。如果你将你的成功定义为击中目标，你就是在压住你不能完全控制的东西，你会变得脆弱。如果箭射偏了，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无用的失败者。但是，如果你改变你的焦点，并将成功定义为做出尽可能最好的射击，你会变得不可战胜。明智的弓箭手在完美的技术中，在过程的卓越中找到满足感。无论箭落在哪里，如果他击中中心，很好；如果风把他带走，他知道他做了一位大师能做的一切，并带着平静的良心睡觉。他的内部堡垒不会因失误而动摇，因为它的完整性在于射击，而不在于目标。你应该将其应用于你的职业和个人生活。你的工作是准备最好的演示，而不是保证客户购买。你的工作是做一个充满爱心和忠诚的伴侣，而不是保证对方永远不会离开。通过专注于过程，你夺回了力量。在实践中，这要求你成为一个无情的事件分类者，面对任何干扰，立即进行筛选。这取决于我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比如你的老板怎么看你或全球危机，在情感上抛弃他，像对待天气一样对待他。如果冷，你就穿暖和点，但不要对冬天生气。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比如你的态度、你的诚实、你的努力，那就全力以赴的攻击。这种区分释放了大量以前浪费在担忧上的精神能量。你不再是一个慢性担忧者，而成为一个专注的执行者。世界的重量从你的背上卸下，
因为你终于明白，你唯一的职责是管理你自己。通过内化控制的2分法，你达到了一种沉默的自我掌控状态。当计划出错时，你周围的人会惊慌失措，但你会保持清醒，分析新情况。你不浪费时间抱怨风的不公，你只是拿起另一支箭并调整瞄准。这种冷酷不是缺乏感情，而是过度的专注。你变得危险，因为你不会被你无法改变的噪音分散注意力。你的思想变成了一束激光，只在它有切割力的地方燃烧，忽略其他一切作为无关紧要的东西。这是至高无上的自由，不需要世界完美就能让你处于和平中的自由。感受这个真理的轻盈来结束这一点。你不是宇宙的总经理，今天就辞去那个不可能的职位，你是你自己灵魂的指挥官。这对于一辈子来说已经是足够的责任了。当你只专注于你控制的事情时，你的效率会飙升，你的焦虑会骤降，你变得对命运免疫。他们可以拿走你的财产、你的声誉，甚至你的身体自由，但没有人能拿走你选择如何反应的能力。这是你不可剥夺的主权，抓住它，永远不要放手。你盔甲的第4块部件解决了现代思想中最常见的疾病——焦虑。塞内卡以一种外科手术般的精确度诊断道，我们在想象中受的苦比在现实中多。用残酷的诚实观察你的生活，你在脑海中以生动的细节想象的灾难中，有多少真正发生了？而在那些少数发生的灾难中，有多少像你在脑海中播放了1000次的恐怖电影那样具有破坏性？几乎没有。你度过你的日子，生活在一个假设的未来中，为尚未打开的伤口流血，为也许永远不会到来的痛苦提前受苦。你的思想试图保护你，变成了一个刑讯室，你是刽子手，也是受害者。这里的冲突是大脑预测威胁的生物成瘾。你的思想是一台生存机器，而不是幸福机器。它被设计用来扫描地平线，寻找危险。在现代世界，草原上没有狮子。这台机器转向抽象概念：解雇、拒绝、失败、孤独。你创造了烟雾怪物。问题是，你的身体不知道真实危险和想象危险之间的区别。当你想到失败时，你的身体会释放皮质醇和肾上腺素，就像你正在被追捕一样，让你处于慢性炎症和压力的状态。你正在为你甚至没有欠下的债务支付高昂的利息。你因为害怕一个不存在的时刻而正在摧毁你拥有的唯一时刻。现在，想象你的思想是一个私人电影院，你走进去，灯光熄灭，放映机开始转动，但是你没有选择鼓舞人心的电影，而是选择反复观看名为“如果我失去一切怎么办？如果他们羞辱我怎么办？如果我生病怎么办？”得恐怖制作。你坐在扶手椅上，瘫痪，冒冷汗，心跳加速，对屏幕上的每一个恐怖场景做出反应。但看看周围，房间是空的，放映机只是光和影，而在外面，在现实的街道上，阳光灿烂，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塞内卡正在对你尖叫，离开电影院，切断电影。恐惧只是你思想墙上的投影，它没有实体，没有重量，除非你用你的注意力赋予它生命。深化这个比喻，理解焦虑是一个时间小偷。你花在为下周苦恼的每1分钟，都是你从当前生活中偷走的1分钟，1分钟你永远拿不回来的时间。这就像你在一个美妙的宴会上，被食物和朋友包围，但你一直看着门，害怕入侵者进来偷走你的盘子。入侵者没有进来，但你已经错过了宴会。现实，无论多么艰难，总是可以忍受的。人类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适应能力。不可忍受的是对现实的想象。当真正的问题到来时，你用当下的肾上腺素处理它；当你想象它时，你用怀疑的疲惫处理它。要应用这条规则，你必须练习锚定当下。当焦虑开始播放恐怖电影时，使用一个精神命令词，如停或回来，强迫你的感官接触直接的现实，感受脚下的地面、肺里的空气、椅子的质地。问自己，在这个确切的微秒里，有什么不可忍受的事情正在发生吗？答案几乎总是没有。你很好，你活着，你现在是安全的，未来只是一个幻觉。现在是你唯一可以建设和战斗的坚实地面。
把你的视野限制在今天。正如马可·奥勒留所说，不要让你一生的全境压垮你，只处理这1个小时的挑战。这种练习不是盲目，是效率。你仍然计划未来，但不住在里面。计划是一项理性和冷静的活动。我将为紧急情况存下 X 元。担忧是一项情感和混乱的活动。天哪，如果钱用完了怎么办？斯多葛主义者以国际象棋棋手的冷酷进行计划，然后将全部注意力转回到当前的一步。通过消除预先受苦，你恢复了惊人的头脑清晰，你变成了一个晚上睡得好的人，不是因为生活完美，而是因为你拒绝把明天的问题带到今天的床上。你发现你害怕的大多数怪物只是小物体投下的阴影。以这种信念结束这一点，你的想象力应该是你的盟友，而不是你的折磨者。你有那个放映机的遥控器，如果要想象自己强壮、有能力并解决问题，而不是被他们压垮。但是更好的是，什么都不要想象，看着你面前的东西并做需要做的事。现实是唯一可能行动的地方。焦虑是瘫痪，现在是力量。走出你的头脑，进入你的生活。从今天起，严厉禁止自己为前因受苦。如果痛苦来了，当它到达时，你会处理它，而不是提前1秒。这就是自由。第5条规则是斯多葛是不可战胜的秘密公式。这种精神转变如此强大，以至于它改变了你旅程的物理学，阻碍行动的事物促进了行动，挡在路上的成为路。马可·奥勒留写这句话不是在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而是在一切都在崩溃的时候。你被设定为将障碍视为停止信号，视为宇宙正在合谋反对你的证据。当出现财务困难、官僚主义、疾病或对手时，你的默认反应是挫折和瘫痪。你看着路中间的石头哭泣，因为路被堵住了，却没有意识到石头实际上是一个邀请，让你爬上去并从新的视角看地平线。你需要在这里战胜的内部冲突，是你对一条畅通平坦道路的期望。这种天真的希望是你脆弱的源头。当你期待轻松时，任何困难都是一种个人冒犯。你的思想进入受害者循环。为什么这发生在我身上？这不公平。这种内部对话是纯粹的毒药，它耗尽了你需要解决问题的能量，并将其浪费在无用的哀叹上。你将逆境视为义务，视为不应该在那里的东西，拒绝了成长的基本原材料。残酷的真相是，生活就是解决问题，试图过没有障碍的生活，就是试图过没有氧气的生活。这是不可能的，对它的渴望只会让你窒息。现在想象贪婪的火的比喻，一支小蜡烛会被最小的风吹灭，它是脆弱的，需要不断的保护。但一场巨大的森林大火是不同的，吹灭蜡烛的风是助长火灾的风。如果你把一根巨大的木头扔在小火焰上，你会把它闷熄。但如果你把这同一根木头扔进烈火中，木头会被消耗并变成火，障碍木头变成了燃料。你需要停止做蜡烛，成为大火。工作中的问题不是你职业生涯的终结，它是你展示领导力、创造力和韧性的燃料。关系的结束不是爱的终结，它是你重建自尊和自我认识的燃料。在结束这一点时，感受这种逆转的力量，没有什么能阻止你，因为所有扔向你的东西都只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大，你变得反脆弱。如果道路畅通，你以速度前进；如果道路被阻挡，你以技巧前进，学习攀登、挖掘或绕行。无论哪种方式，你都在前进。障碍不再是敌人，而变成了严格的教练。你不再说我有一个问题，开始说我有一个训练的机会。这种心态让你的对手和命运感到恐惧，因为他们无法做任何事情来击败一个利用攻击本身作为胜利阶梯的人。第6条规则，矛盾的事是最具生命力的，尽管许多人害怕它，记住你会死。这句古老的死亡警示不是抑郁或病态恐惧的邀请，它是专注和优先排序的最高工具。你活得好像你是永生的，你在互联网上琐碎的讨论中浪费时间，
将重要的梦想推迟到某一天，怀着旧的怨恨并担心无聊的事情。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在拥有无限时间的傲慢幻觉下运作。这种错误的信念，即明天我再做，是让你保持梦游状态的镇静剂，过着一种温吞的生活，没有紧迫感，没有强度，没有真正的目标。这里的冲突是我们对死亡的文化恐惧，这导致我们隐藏和忽视它。但通过否认死亡，你否认了生命。没有最终限制，时间就失去了价值。黄金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稀缺。如果街上滚着无限的黄金，它就是垃圾。你的日子也是如此。通过假装你的日子是无限的，你把它们当作垃圾，扔在廉价的分心和可选的不快乐中。你的思想试图保护你免受存在性焦虑，但最终保护你免受活力的影响。你需要打破这种否认的障碍，面对时钟不停、不谈判且不倒流的事实。想象你头顶上有一个巨大的宇宙沙漏，沙子在这个确切的时刻正在流动，落下的每一粒沙子都是永远不会回来的。这一秒，你不知道上面还剩多少沙子，可能是几十年，可能是几天，可能是几分钟，但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沙子在落下。没有死亡意识的生活，就是看着沙子落下而在沙发上睡觉。采用这条规则，就是盯着沙子看，并决定每一粒沙子都要有意义。你不会让水龙头开着在沙漠里浪费饮用水，为什么你会让你的注意力开着在消极情绪中浪费生命？死亡是黑色的背景，让生命的钻石闪耀。没有黑色，你看不到光芒。这在实践中的应用创造了水晶般的清晰度。当你内化你下周可能不在这里时，说我爱你的羞耻感消失了，启动那个荒谬项目的恐惧消失了，容忍不尊重或平庸情况的耐心消失了。你对你的时间变得无情。如果我明天死，这重要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你立即切断。你不再过别人期望你过的生活，开始过你欠自己的生活。死亡在你的脑海中不是终结，它是推动你杰作的最后期限，带着知道大门将要关闭的人的紧迫感生活。你盔甲的第7块，也就是最后一块，是对性格的最终测试，是处理人类邪恶的黄金法则。最好的报复就是不要像你的敌人一样，在一个充满背叛、攻击和不诚实的人的世界里，你的生物诱惑是以同样的方式回报。如果有人尖叫，你想尖叫得更大声；如果有人玩阴的，你觉得你需要玩阴的才能赢。但马可·奥勒留知道，当你模仿冒犯你的人的行为那一刻，你就输了。你可能赢了争论，但你失去了你的灵魂。你允许别人的恶习腐蚀了你的美德，把你变成了你最鄙视的东西。内部冲突是受伤的自我要求立即赔偿的愤怒。自我想要看到对方受苦，想要统治，想要通过蛮力或邪恶的狡猾证明优越性。但斯多葛主义教导我们，真正的战斗不是在你和另一个人之间，而是在你的原则和你的冲动之间。当你降到敌人的水平，在你里战斗时，你已经脏了。不管谁赢了这场打斗，反应性思维认为冷漠是软弱，但斯多葛思维知道在残酷面前保持善良，在谎言面前保持诚实的能力是人类能展示的最大力量证明。使用感染的比喻，想象你敌人的愤怒、嫉妒和不诚实是一种高度传染的病毒。当他攻击你时，他正在向你咳嗽这种病毒。如果你愤怒的反应，你就打开了免疫系统并接受了感染。现在你也病了。普通的复仇只是疾病的传播，斯多葛式复仇是免疫，是看着有毒的行为，承认它是别人性格的病理，并坚决拒绝被感染。你举起一面正直的镜子，他们叫得越凶，你越冷静。他们的混乱和你的秩序之间的对比，才是真正击败他们的东西，因为它展示了他们是多么渺小。用这种道德力量的肯定结束你的旅程。你的正直是没人能从你那里夺走的唯一财产，你只能自愿交出它。不要把它交给那些甚至不配得到你尊重的人，更不用说你的本质了。通过拒绝像敌人一样，你保持了你的内部堡垒一尘不染。他们可能偷了你的钱，玷污了你的名声，或背叛了你的信任，但他们没能把你变成怪物。你保持了人性，你保持了尊严，
在一天结束时，当你把头放在枕头上时，这是唯一算数的胜利。确信世界没能腐蚀你是谁。现在盔甲已经完成并安装在你的性格上，你收到了7个钢铁心理代码，这些代码在历史上将主权者与奴隶、坚不可摧的堡垒与风中干叶区分开来。但要绝对清楚地明白，这个视频仅仅是建筑设计的交付。当你真正的生活安静下来，屏幕变黑的那一秒，你内部堡垒的真正建设才筋疲力尽地开始。外面的世界继续混乱，人们继续难搞，命运继续不可预测，但方程的关键变量改变了，你不再是不受保护的。不要犯致命的错误，将其视为转瞬即逝的智力娱乐。这是你灵魂的战争手册。每当你感到防御力下降时，回到这些原则，因为重复和一致性是保持城墙屹立的水泥。现在的责任完全在你的手中，使用这些工具来统治你的命运，或者让它们生锈。当你回到平庸的普通沟渠时，如果你在这话语中感受到了真理的分量，并发现自己更准备好面对将来的战斗，你的任务并没有在你自己的肚脐眼结束。斯多葛主义不是一条孤独的隔离之路，而是为了更好地为你周围的世界服务而进行的严格准备。外面有一支军队，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同事，正默默地淹没在自己的焦虑中，绝望地寻求向导，寻求在消耗他们的情感风暴中的救生圈。通过在这个视频上点赞，并策略性地与需要的人分享，你不仅仅是在帮助一个算法，你是在伸出一只坚定的手，把其他人从受害者心态的流沙中拉出来，在一个沉迷于混乱的世界里成为秩序的灯塔。分享这个信息作为一种领导行为，表明有一种更高级的生活方式。只要有勇气去寻求，心理力量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最后，我需要确定谁是少数真正拥有钢铁纪律到达这个漫长而密集旅程终点的人，而大多数人在最初几分钟就放弃了，寻求容易的分心和廉价的多巴胺。如果你还在这里听着我的声音，你证明了你属于精英少数派，不仅渴望力量，而且拥有在正念之火中锻造它所需的坚持。我要你现在在评论中留下你的印记，不仅仅作为社会证明，而是作为你面对存在的新姿态的最终和公开法令。用大写字母写下，没有什么能阻止我，让这些话成为你不可动摇的誓言，你转变的真实性印章，以及给命运的通知。你不再是一个受害者。我会阅读每一个名字，知道那里有一位内部帝国的建设者。去吧，变得不可动摇。